Hello， 大家好。你知道这个拍摄的厨房和正儿八经的馆子啊，这个厨房有什么区别没有？今天呢，我就用我的第4个厨房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的厨房和正儿八经的馆子到底有什么区别。像我们这个拍摄的厨房的话，我都搞出经验来了。我们拍摄的话，一定场地要够大。现在这个场地呢，因为租期到了，现在就准备撤了。然后这里你看，这个抽油烟机，它其实是小功率的。再一个呢，它没有油烟净化器，因为这里不营业。然后这个炉灶呢，只是摆在这里好看，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是这一台，这台我已经搬走了。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没有天然气，一般我们都是用液化气来直接就接到那个灶上面开始拍摄。如果是正常的餐厅的话，就要接液化气啊，还有排水啊什么的。这个厨房还相对来说比较正规，还挖了水沟。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吧，就是你看这个上面看到没？这些灯管密密麻麻的，这个得有差不多100根灯管吧。这上面它是非常亮的。这块布啊，做一个柔光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光线更加的柔和。再一个，你看这个上面这个管子是他们后面装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叫排风管，天然气的排风管。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厨房其实有50-60个平方，非常的大，就非常的简单。其实这边都拍不到的，可以不用贴砖的，但是也把砖给贴了。这个厨房当时搞下来花了，不算那些东西啊，花了5万块钱的样子。然后这个厨房呢，它是在2楼。这里如果我不说的话，你都不知道，其实这是我们的第4个厨房。原先我们不是山庄里面嘛，其实我们也是租了一个场地是做拍摄的，大家以为我们在那里做农家乐。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搬走的时候说我们是农家乐干垮了，然后又搬到成都，到成都来了，这也是成都的第2个。后来我们就干脆就没有讲，这个厨房其实是跟有一段时间它是不一样的，是吧？很明显，地板还有墙面，还有整个布局都不一样。这个厨房有50多个平方，非常的大。这个大出来的地方主要是放设备。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5个场地。这里我们搬走属于合同到期啊，没办法。现在我们去看一下第5个场地，我们经验现在非常的强了啊。今天跟大家就把这个拍摄的厨房分享好，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专门做菜的厨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做菜的厨房的话，相对来讲更加的复杂。走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的第5个场地，就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独栋的小别墅。然后是今天才签的合同，小心啊，这里有个台阶。这里其实都挺宽的，只不过我们把这个设备全部搬进来了，所以看的有点乱。到时候我们的厨房灶头就放在这个位置，灶头在这个位置，然后烟罩在这个位置，然后这边的话留一个地方出来做净化器，还有抽油烟机。这是一个商用的一个小别墅，而且还可以申请营业执照。这个就是我们的下面的这一层啊，这里还有一个天井啊，这里是一个采光比较好的地方。这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场地，很乱。你看，摄影设备在里面，冰箱、灶头、打荷台。好，以后这里还要贴瓷砖，还要挖这个排水的地方。走吧，跟我上一下2楼看一下我们办公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的租金，它其实不贵啊，它就是在成都的，这里属于绕城对吧？啊对。还没到绕城吧？还没到。啊，这里是一个客厅，到时候剪辑视频就在这个客厅这里剪。对吧？比之前办公室大多了。对。还有就是你看这里还有房间。有厨房。啊。厨房。这是小厨房，厨房估计是用不上，估计用下面的。对。卫生间在这里。走，我们看3楼。啊，这边还有一个天井。这是一个公共区域，对。采光的一个地方，这里非常大。现在都没有人，我们都可以用起来。看一下3楼。3楼呢是我们摄影师、剪辑师住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集成了住还有工作办公。杰哥住这个房间吗？这个房间采光非常好。对，可以是吧？看一下2号摄影师住这边，是吧？这边采光也很好，环境比我们之前好多了吧？对。
对。好，还有4楼。4楼的话，到时候我搞个办公室在这边。这里是一个小房间，可以小房间，对，当储物间。这边是洗手间，洗手间很大。这里还有一个房间啊，这是4楼。4楼这里也可以摆一张床，也可以做一个办公室。然后这边还有露台，你看。露台只是小了点。露台倒是把这堵墙打了跟隔壁，共用。打完了之后，这上面可以喝茶什么的。你们猜这个租金多少钱？你猜一下。如果说在主城区这一栋别墅租金要多少钱？7、8千一个月。7、8千，主城区里面啊？主城区要1万多以上的。1万多啊？租不到，我跟你明说租不到。在主城区我们找过，这种地方要2万5到3万5之间，因为我们你看住、办公、拍摄、研究菜品都在一坨了，然后解决了住、办公，解决了好几个需求。我们这里总共才不到6000块钱，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它是装修好的，是吧？对。你看，像我们现在那个工作室啊、办公室吧，你们剪辑还有住的地方加起来，是吧？6、7千，6、7千比这里贵，而且主要是环境没这里好，这里是别墅群，不吵，也很吵。肯定会有朋友会问啊，为什么你拍摄不直接在饭店里面就拍了？饭店里面的厨房跟咱们拍摄的厨房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吗？我简单说一下，视频的后面我会放一个我们设计现在这个场地的一些设计图、施工图给你们看啊。我大概说一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第一，饭店的厨房要做消防、下水、电气、通风、水，是吧？要做很多的。然后我们拍摄的只需要有几个点：第一，灯光；第二，面积。第3，排水就没有了，其他就没有了。而且我们不营业，也可以办营业执照，可以不办，对，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店里面的话，不太适合去拍摄，要做事情嘛，要炒菜。我们7年换了，这是第5家啊。一会儿我把照片贴在视频里面看一下，这5家有哪几家变换的时候你们没有发现？现在是1周以后，这是我们的平面图，大家先看一下，平面图长这个样子。然后我再带大家看一下实际的效果。这边2张桌子，它是放在这里，偶尔吃饭的时候拼一下，不吃饭的时候办公用。然后这个架子的话，就是放一些设备，放一些灯啊、灯具之类的，包括这个架子也是。所以这个是我们拍摄才是这样子做的。然后这里也是一个货架，放一些器具。然后这里一个打荷台。平时我们工作完了之后煮饭在这里吃，这个就是我们的冰箱，偶尔我们搞研发菜太多了，要放到冰箱里去。这里就是一些灯的支架，这个机位就是用的时候就摇过来在这里拍切菜在这个位置拍。然后这个机位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对着这里拍锅里面的一个机位。然后这个厨房的话，这个位置我就罩子就做了一台灶的罩子。然后把这个净化器放在里面了，抽风机放在外面了。这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越做越精简了。把这个切菜只用1个台，然后炒菜在这边，炒完菜出菜也在这边。然后就是上面这个灯做了一个这种灯幕，灯的话就比之前要好一点了。我们之前你看上面是一根一根灯管，现在就直接就是一个面光，就非常漂亮。会有一条一条那种出来。对，在这个地方呢还是一样。不忘初心，继续拍视频，还是一个搞研发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菜里面的鱼啊什么的，因为店里面经常忙的时候，不可能说，哎，师傅你下来，我来做2个菜什么的。我这里的话就全天24小时，搞研发，火力全开，然后就是拍视频。
再就是这个厨房就是唯一是经过设计的，之前的都没有经过设计。你看，现在就是做的比较专业一些了。还有插座，这边的插座，这个插座就是用来插灯的，平时的话就不用收，老是织的到处都是线。对，哎，这个厨房明天就能够继续拍了。我这个停更做菜也停了有一段时间，有一两个月了吧。明天就火力全开。现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看这个地板是灰色的，加上这里，你记住这一块，我们后面放一个效果图，大家看一下。我倒是觉得，能还原到99%，唯一有一点没还原是这两个台子我们没摆。好了，以后有机会继续跟你们分享做菜的厨房啊。做菜的厨房分很多种，有做特色菜的、大单品的，还有做煲仔的，还有什么做早餐的。反正总之是每一个厨房都不一样。这个就像每一个人一样，大家都长得差不多，性格不一样。对，好，本期视频到这里，拜拜。